当地时间5月30日，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孔圣米克罗什陶什站至博斯特尔站区间首对钢轨开始铺设，标志着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近几年，中国承担了很多国外的铁路工程，小编也是第一时间积极跟进报道，但聊得最多的还是铁路工程对当地的影响和意义。本期影片，小编就结合多项工程为大家科普一下中国基建是如何快速高效完成铁路铺轨施工工作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匈塞铁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线路全长341.7公里，塞尔维亚境内长183公里，最高运营时速200公里。其中，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约74.9公里，已于2022年3月19日开通运营。正在建设中的诺苏段于2022年7月1日开工，线路全长108.1公里，其中铺轨任务由中铁11局和中国土木联合体负责。匈塞铁路项目在建匈牙利段全长约152公里，由中国中铁9局和中铁电气化局与匈牙利合作方组成的联合体实施，计划2025年7月开通运营。塞尔维亚当地时间4月6日，中铁11局与中国土木联合体的建设者在诺维萨德车站外开始铺设首对120米长钢轨，标志着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诺维萨德至苏博蒂察边境段正式进入铺轨阶段。诺苏段全线铺轨总计278.35公里，其中176.19公里采用中国生产的50米钢轨，实现了国产50米定齿60E1钢轨首次出口欧洲市场。国产钢轨经国内铁路、海运及境外铁路运输至萨耶罗沃、纳维切沃铺轨基地，在铺轨基地设置长钢轨焊接生产线，将50米钢轨焊接成200至250米长钢轨后，主要采用 CPG 500型长钢轨铺轨机组和 BLCP 500型本林两线长钢轨铺设机组两种方式进行铺设。据中铁11局匈塞铁路项目铺轨施工负责人介绍，此次铺轨采用的两种铺轨机组均为国内自主研发生产的专用机械，安全可靠，作业效率高。其中 CPG 500型长钢轨铺轨机组可实现长钢轨和轨枕同步铺设，机械化程度高，可一次性跨区间铺设无缝线路。本林两线铺轨机组可通过已铺设线路运输长钢轨，并实现邻线长钢轨的铺设。此施工技术已在国内郑万、福厦高铁等项目成功应用，填补了高铁机械化跨线铺轨作业技术空白。据了解，诺苏段电力电气化施工任务由中国铁建电气化局负责。目前，诺维萨德站接触网硬横梁架设已完成，正在有序开展全线接触网基础校核工作。诺苏段轨道铺设作业启动后，便将于后续接触网承导线架设，为匈塞铁路诺苏段的如期完成奠定基础。5月30日，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孔圣米克洛什陶什站至博斯特尔站区间首对钢轨开始铺设。随着首对钢轨落入成轨槽，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中方段正式启动轨道铺设工作，标志着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孔圣米克洛什陶什站距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54公里，为匈塞铁路项目中方段承建的最大车站。博斯特尔站为150号线中间过渡站，距布达佩斯62公里。该区间铺轨任务由中国中铁9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区间铺轨7.98公里。建成通车后，匈塞两国首都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将极大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匈塞两国互联互通，扩大经贸合作交流，对深化中欧互利合作、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发展战略对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
此前，一条中国高铁铺轨的直播视频通过新华社海外平台向全球直播，迅速在 YouTube、Twitter、Facebook 等海外社交平台引发热烈反响。直播开始仅仅5分钟就吸引了20多万外国网友点击观看，一时间弹幕、点赞、留言刷屏。24小时内，仅在 Facebook 平台就已获得160万的浏览量和24万的互动量，有1.8万人点赞。直播镜头里展示的是中铁17局施工的冬奥会重点项目大张高铁的铺轨现场，进行铺轨作业的则是国内最先进的 CPG500 油闸铺轨机。镜头下，铺轨机所静置处200公斤重的轨枕，以60厘米的间距被精准排列，单条30吨重、500米长的钢轨可以双轨同时铺设，无缝焊接技术则让上百公里长的钢轨成为一体。这样的一台设备仅需7人操作，8小时的铺轨长度在2000米以上，铺轨效率和质量世界一流。以大张高铁为例，全线双线280公里只需6.5个月便能铺通。得知消息的海外网友纷纷在直播间留言：我以上帝的名义祈求你们，给在加纳的我们也修建一条相同的铁路。中国高铁的高科技太棒了，修建速度1天就能达到2公里。服务大张高铁的这台 CPG500 油闸铺轨机由中车长江株洲分公司设计制造。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拥有 DK36 和 DK29 落下孔车等铺轨架桥机组、长大货车的新造资质。该公司研制的 DJK-140 型架桥机曾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定为中国最先进架桥机。不仅如此，中车长江株洲分公司自2013年拓展新产业业务以来，已陆续取得 PJ32、CPG500、PJ165 等铺轨机组的断修资质，成功进入铺架设备修理市场。目前，能够新造铺轨架桥装备和特型货车的企业，国内仅有6家。近年来，在铺架设备的修理和新造市场上，中车长江株洲分公司已占据半壁江山。同样以项目为基础，在武汉中铁大厦17楼，依托中铁11局组建的中国铁建铺架技术及装备研发中心，历经10余年研发，不断升级，迭代着500米长钢轨铺轨技术。凭借该技术，中铁11局铺就了全国1/5的高铁钢轨，产值达8.8亿元。当下，中国高铁普遍采用500米长钢轨，相较于以往的200米长钢轨，铺设焊接点少，列车运行更平稳安全。2009年底开通的武广高铁是世界上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时速最高的高铁，采用的即是500米长钢轨铺设技术。彼时，中铁11局承担部分铺轨任务。高铁铺轨早已告别肩扛人抬的人海战术，而是用高技术的铺轨设备精准作业。此前，中国铁路铺轨采用重30吨的进口设备，采用履带式牵引车加动力臂加连接支架的方式，但500米长的钢轨更长更重，原有设备动力不足，也无法在无闸轨道上行驶。怎么办？中铁11局的技术人员下定决心，中国自己的高铁要采用国产化的铺设装备。说干就干，技术骨干聚在一起，七嘴八舌提出7、8种方案：推送车、牵引车、公铁两用牵引车加推送车加连接支架。最终，公铁两用牵引车加推送车加连接支架的方案胜出。定制款的公铁两用牵引车可在平地上奔跑，也可以在钢轨上行走，并与推送车动力相互配合，一拉一推，共同完成钢轨铺设。负责人介绍，新的牵引车重量不到10吨，作业效率却比进口装备提高了5倍以上。这意味着中铁11局填补了500米长钢轨铺设设备与技术的世界空白。2021年6月30日，郑万高铁重庆段位于轨道左线的铁轨铺设机伸出长臂，将500米的长轨稳稳地铺设在右线的轨道上。这是中国高铁首台本临两线长轨铺设机，实现单线向邻线跨线铺轨。这台铺轨神器是中心负责人、中国铁建专家吴启新带领团队所研制的新产品，可同时满足无闸、有闸轨道的本线和邻线500米长轨铺设等多种工况的施工作业，比单线铺轨节省近1半时间和1半的施工人员。该铺轨机组还可实现铺轨、焊轨在各自轨道上作业，也可实现邻线不连续铺设钢轨，机动性强，干扰小。据小编了解，中铁11局运用500米长轨铺设技术，完成了高温、低温、
高原、沙漠等各种自然环境下的钢轨铺设，涉及京广、兰新、哈大、汉石等20多条高铁线路，铺设里程达8500公里，占据了全国1/5的高铁铺轨市场。复杂地质环境下，500米长轨铺设综合施工技术、长大坡道长轨铺设技术、隧道群长轨铺设技术等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哟，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